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神秘的史前水下城。在云南昆明福仙湖的湖底呢，竟然出现了一座神秘的城镇。据当地人说呢，这座古城呢，不仅有着比船还大的鱼，甚至还有呢恐怖的水下活尸。据说就连飞机呢，也无法从福仙湖的上空飞过。而这座神秘的史前水下古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又为什么与《山海经》中消失的古国有关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史前水下古城瘦麻国。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福仙湖呢位于云南省的玉溪市澄江江川华宁三县之间，其最大的深度为 158.9 米，为中国第二深的内陆淡水湖泊。这里有高原明珠的美誉，山川秀美，碧波荡漾。而对于这座福仙湖下的古城呢，就有着诸多的传说了。相传很久以前的某一日呢，山体忽然崩塌滔滔的大水咆哮而来，将这座繁华的城池就给淹没了。到了后来呢，有人乘船呢从湖上经过的时候甚至还能够看到水下隐隐约约浮现的城门、寺庙、府衙等各种街景，还有鱼市、菜场等小贩和背着竹筐赶街的老头。当然也有人说福仙湖下的古城呢，曾经是一座繁华的古都，面积非常大，不但有宫殿、庙宇、市集民居林立，而且呢文化灿烂，实力雄厚，百姓富足呢，生活美满。但因其当时的国王呢残暴贪婪呢，肆意的压榨百姓，而无视上天的告诫，一味的满足私利，最终呢就遭到了诸神的制裁，而全城呢才沉没到了湖底，形成了一座呢水底的古城。而这个传说呢在这里广为流传。在这一片神秘莫测的湖泊里呢，还曾经有水怪出现的传言。在1954年呢，一个7岁的男孩在云南的抚仙湖看到一条巨大的如同一艘帆船一样大的鱼呢出现在了湖面上，而那个大鱼呢摆尾拍水呢，足够溅起了2米多的浪花。在1981年的一个夜晚一个村民呢正好在环湖的大道上行走，忽然就听见了这个抚仙湖里发出了啪啦啪啦的水声。在朦胧的月光下呢，他就看见了一头形似黄牛的庞大的黑影，正积极快速的从湖中心向岸边移动，顿时就把他吓了一跳。当时他转身就逃。而在1997年呢，中午大湾村的人在抚仙湖里就看到了一对雪白的大鱼，竟然与停靠在岸上的一艘15米长的渔船差不多大小。而大鱼呢，在被数不清的小鱼还围绕着，鱼群在湖面呢游荡了将近4个多小时。在抚仙湖中呢，有许多关于水怪的传说人们普遍就认为呢，水怪是一种体型庞大的巨鱼，而有的外形呢像猪或像牛，有的外形呢像海豹。这些大鱼呢，最小的呢也有2米多长，而最大的呢足有10多米长。在1991年的10月呢，恰逢霜降明月当空，万里无云。而福仙湖畔的海口村的村民张玉祥等人就乘船出海打鱼。昔日的清晨呢，一阵风起雾气翻滚，天空就一片漆黑，而渔船呢当时就摇晃得特别厉害。这个张玉祥等人就看到了这一幕都大惊失色了。就在他们惊慌失措的时候呢，一个巨大的圆盘呢从湖面上升起在半空中呢急速的旋转着，如同一道光圈，极为的显眼。而片刻之后呢，那一道光圈就消失不见了。因为当时的雾气太浓呢，他们说他们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而一筹莫展。说来也怪呢，那个时候他们的船呢还在抚仙湖的中间，远离岸边嘛。但是等到雾气消散的时候呢，他们的船呢已经停靠在岸边了。而张玉祥他们呢，只是觉得自己当时像做梦一样，一觉醒来呢就已经来到了湖边。而他们心中当时就充满了疑惑嘛，这个从湖泊中冒出来的圆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自己的船又怎么会无声无息的从湖中而到了湖边呢？福仙湖的这一些疑团呢，带着浓浓的神秘色彩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故事呢，还要从一个名叫耿卫的探险家说起。时间呢，就要回溯到1992年了。一位叫做耿卫的潜水员呢，和他的搭档贺杰就来到了福仙湖。他们本以为呢，这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潜水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意外却发现了湖底的秘密。2个下潜至福仙湖东北面约9米的地下水域的时候呢，耿卫就看见了被水垢和青苔覆盖的石梁之下有许多特别的岩石，而那些岩石的形状呢还很整齐，根本就不像是天然形成的，倒像是人为雕琢而成。当时耿卫心中就一震借着手电筒的这个光呢，就仔细一看，顿时大吃一惊。那些石头堆叠在一起呢，分明就是一个建筑物的遗迹他马上就录了一段视频呢，然后告诉了当地的媒体。而在2000年的11月份呢，云南当地的媒体就发了一则题为福仙湖里有古城的新闻报道。
而报道中呢就公布了耿卫拍摄的一段视频，在深暗的湖水中呢，依稀就可以看到许多由石板石条组成的人造建筑物。而这个消息呢，在当时就引发了极大的反响，也把这个抚仙湖水下的古城呢，从神话中带到了现实里。当时有人就说呢，它是一个远古文明的遗迹也有人说呢，它是一个古国的首都，还有人说呢，它是一堆普通的石头罢了。这座海里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呢？是谁建造的呢？又怎么会沉在湖底呢？为了揭开抚仙湖神秘的面纱呢，在2001年呢，一支考古队就在抚仙湖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挖掘，就发现这的确是一座完整的古代城市的遗迹。根据探险队员的说法呢，这还不是他们在这一片古城中发现的全部，因为这个湖底废墟中不仅有文物，还有人类，但是呢，他们都已经死了，而且呢，有好多人。当探险小队潜入抚仙湖底的时候呢，他们才发现在这一片废墟之中呢，有着一具具的尸体。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呢，那些尸体呢都是站立在水中的，而女性的尸体呢向后仰，男性的尸体呢则朝前倾，他们随着水流呢轻轻的摆动就好像是活人一般。探险队员们就把这种已经蜡化成水下木乃伊的尸体呢叫做水下活尸。专家当时就怀疑呢，也许是古代的巫师们当时用活人来祭祀，试图让这座古城呢免遭洪水的侵袭，但最终呢还是没有成功嘛。当时呢对这个抚仙湖的遗迹挖掘呢进行过一次考古直播，但这场直播呢仅仅持续了40分钟就结束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呢？官方并没有公布。而在2005年呢，又有一支装备齐全的考古队呢开始了对抚仙湖底的遗迹挖掘的工作了。他们运用了各种先进的探测手段呢，比如说声呐的测绘呢、摄影测量和激光检测等等，对这座古城的遗迹呢进行了详细的勘察和记录。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呢，就发现这座古城的占地面积足足有2.4平方公里，简直就是一座地下宫殿嘛。而它的面积呢，几乎是意大利庞贝古城的2倍。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中呢，可以清晰的看到有人工建造的道路、墙壁以及各种各样的浮雕图案。另外呢，这座城市的建筑风格呢也很独特。有考古队员们就发现呢，抚仙湖水下的古城呢共有8座建筑群，它们分别呢位于不同的区域，其中最大的一个建筑群呢就位于湖底20米处，占地面积呢约0.6平方公里，而外形呢和金字塔非常相似，高约20米，类似于古罗马建筑的风格。其他建筑群的这个形态呢，大小也各有不同，有正方形的，有圆形的，有矩形的。而这就意味着呢，在这座古城沉没之前呢，曾经有过极度辉煌的人类文明。他们还从水中呢捞起了许多古代的石头部件、陶器碎片、铜钱以及其他的文物。最令人惊奇的是有些石块上还雕刻着日月、数字、阴阳、三角等奇异的图形和符号。这一现象就表明呢，这一古老的海底城市呢，很有可能存在着一个自成一体的原始文化体系。根据专家们的初步推测呢，古城呢大概就是东汉或者是更早的遗迹，可能与当时在抚仙湖一带的古滇国或者是虞渊城有关。那它与古滇国或者是虞渊城又有什么关系呢？它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与财富呢？而古滇国呢，是公元前278到109年的一个位于我国西南边陲的小国家，它的活动范围呢，主要是在云南的中东部，被历史学者呢称为滇国或者是滇族。而滇国呢，是当时云南诸国中实力最强的、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而战国后期呢，被秦国所灭。自汉武帝以后呢，滇国在历史上的记载呢，就逐渐的减少了，许多的历史事实呢，已不可考。那关于虞渊城呢，历史上曾经有过记载，西汉呢曾经将虞渊城建在抚仙湖附近，但在隋唐之后呢，关于虞渊城的记载就消失了。在澄江一带呢，有虞渊老城与人聚呢沉于水底的说法。不过这种说法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根据史料记载呢，西汉建立的都城呢，通常都不会超过1平方公里，而这座地下的城市呢，竟然达到了2.4平方公里，远远超出了西汉王朝的规定嘛，明显呢有违礼法。在澄江和江川地区出土的各类青铜器中呢，我们可以看出武器呢是古滇国青铜文化中一种重要的符号，而迄今出土的是一些滇国的青铜剑的剑柄上都刻着奇异的动物形象。比如说变形的青蛙呲牙的蛇头呢，猴头人身像它们都形象生动，面部表情惟妙惟肖。但这次的探索中所看到的3道人工的痕迹呢，有0和1的2个符号，还有7个有规则的石洞、人面的图案和一个代表着太阳的图案呢，较滇国文化呢好像更加的原始。
而两者的文化特征呢，明显也有不同。另外呢，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呢，古滇国的房屋都是土木结构的，而这个海底城市呢，则是用石头建造而成的。而根据专家们的鉴定呢，这些尸体啊和建筑呢，都最少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而4000多年前，这里还没有古滇国呢呀，这就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嘛。4000多年前，我们所知道的只有夏朝，而夏朝的疆域也不算太大嘛，最起码抚仙湖是不在夏朝疆域内的呀。这就说明呢，抚仙湖底的古城呢，虽然与夏朝出自一个时代，但并非夏朝所建嘛。而考古人员呢，就对这一发现感到十分的兴奋。这就说明呢，这一座古老的抚仙湖古城很有可能是一座由一个闻所未闻的未知的朝代而建造的城市。它呢，或许就是人类文明真正的起源。而无独有偶呢，一位学者从《山海经》中就发现了一个叫做瘦麻国的地方。《山海经》中记载呢，瘦麻国是昆仑山范围的一个方国。《吕氏春秋》中记载呢，南服瘦麻，北怀踏耳，证明呢，瘦麻国曾经是在中国西部的一个南方。而《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就提到呢，有瘦麻之国，南越取舟山女，名曰女钱，而女钱生季革，季革生瘦麻，瘦麻正立无景，极乎无想，爱有大蜀，不可以往。意思呢，就是瘦麻国中的人没有影子，而且当地的天气异常的炎热嘛。瘦麻国呢处于西方，可能位于中亚的一片荒漠之中。而传说中，瘦麻国的祖先呢曾经生活在南极。有一次呢，瘦麻国发生了一场地震，地壳崩塌，洪水肆虐，所以呢，所有的东西都被淹没在了海底。于是瘦麻率国之众民呢一路北上，直到云南境内，方才安定了下来。而众人呢就对当时的瘦麻本是就心悦诚服，又感念他救了百姓的性命嘛，于是就拥他为王，国号就为瘦麻。数年之后呢，当他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却发现这里早已不复存在了，剩下的人呢也不知道是生是死。也许就是在那场灾难之中不幸沉入了水中了。那瘦麻国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中国的山海经学会常务理事胡远鹏先生就提出了瘦麻呢应属于非洲索马里的观点。而索马里呢是世界上最热的地方，所以大荒西经说正立无影，极乎无想，爱有大蜀不可以往。在赤道附近呢，正立不见影子，大声的喊叫呢，因为空气炎热而传不出去。大蜀呢就是太热嘛，像这样的地理条件呢，也只有索马里才具备。而一些学者呢就对《山海经》进行了研究认为瘦麻之国呢定在今天中国的云南省古藏科国，而古藏科国呢乃今祥云故地，祥云故语呢又读藏科，今之南音嘛，以祥为强。祥云呢即出现五彩祥云的地方嘛。5000多年前呢，轩辕皇帝从西方的轩辕之国回来呢，登上了昆仑筑皇帝之功。下昆仑呢，经古支那地呢，到达了古云南的伊甸园。在祥云之地出现五彩云霞，以为大吉之兆，并把观测之地呢名为云门，命大容至诚云之乐，曰云门大卷。可见瘦麻国呢，在那里当时是四季皆春，鲜花盛开的人间乐园。最后就在云南昆仑山一带。而最后呢，瘦麻国可能也是在人类繁衍生息的过程中被天灾淹没的史前文明。也许沉睡在抚仙湖湖底的王国就是瘦麻国。有关于抚仙湖底的秘密呢，实在是太多了，至今呢仍有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它让我们对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呢，充满了好奇和遐想。沉寂水下几千年的古城，究竟是什么文明留下的呢？大家可以在留言中告诉我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